部屋は道具だけでもいっぱいになった。親子4人が暮らすには息が詰まりそうだ。東京都では月収3万6。大家小学或中学时有写过毕业纪念册吗？一般纪念册都是这样的，这样或者这样的吧。通常上面会贴着同学们一起游玩的照片，也会写满各种美好的回忆。当自己长大后，也会忍不住翻出来缅怀一下，对吧？那如果你揭开纪念册去看大头照那页时，却看到这么一张照片，会有什么感觉呢？明明旁边同学的照片都非常正常，这同学的照片却透出一股不祥的气息，你会不会心想，这孩子是在恶搞吗？仔细看，这孩子的照片除了超低像素，甚至连眼睛和鼻子都长歪了似的。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才会提交这种毕业照？而更奇怪的是，学校为什么又会在纪念册里使用这种照片呢？图中的孩子名为陈赖真央，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事件是某个部落格里从2021年7月底到10月初关于陈赖真央这孩子的文章里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而在开始讲述这些事件前，有2件事请你们务必记住。第一，接下来的文章里面出现的陈赖真央，他已经不在了。第二，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相，至于为什么让大家记住是出于某个特别的原因的。好了，大家都记好这2件事了，对吧？那我们就开始讲述有关陈赖真央的事件了。7月30日从朋友那边听来的怪事。第一份资料是 blog 的作者述说怎么接触到陈赖真央事件的。这张图是我一个在网络上认识、很爱超自然的朋友寄给我的。他在 email 里面写：我好像买到一个很闹的东西，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朋友平常就爱在二手拍卖 APP 上面挖宝，专门找那种人家说的咒物，偶尔也会真的掏钱买下来。这本毕业纪念册也是，就是他在 APP 上乱逛的时候手滑买的。听说这本纪念册的商品名称超随便，就叫被诅咒的毕业纪念册。点进去看商品说明，除了那行标题，内文只冷冷写了一句：不接受任何提问。就这样没了。更诡异的是，这东西的售价设置在平台允许的最低金额，才300日元。现在网络上卖的那种咒物，大多会瞎掰一些故事，什么咒死过 N 个人，半夜会自己动起来之类的，然后开个天价再钓鱼。但这本毕业纪念册的卖法，摆明就是完全不在乎赚不赚钱。我朋友就想说，反其道而行啊，这样反而更有鬼吧。加上看到那破盘价300日元，他想都没想就直接下标了。唯一让他小担心的是，商品页面的最后更新时间已经是半年多以前了，而且那个卖家看起来没有其他交易记录，他生怕对方是不是早就没在用这个 APP 了。结果是他白担心，下单才过大概30分钟 ，APP 就跳出卖家已出货的通知。过了几天，那本毕业纪念册用超简陋的包装寄到了他家。他拿起来一看，封面是深绿色的，上面印着萨小学，还压了一行年份，2011年。最怪的是，这本纪念册的保存状况好到不行，几乎看不出有被翻过的痕迹。朋友说，他本来想慢慢翻，一页一页仔细检查到底是哪里被诅咒了。结果根本不用麻烦，因为诡异的地方你眼睛没瞎都看得出来。就是毕业生的大头照那一页，怪异直接摆在你面前。全校这么多人，就只有一个女生的照片糊到一个夸张，糊到就算你是她朋友也认不出来是谁的程度。那个女生的名字叫陈赖真央。如果你要说可能她那天刚好有事没办法去拍大头照，或是什么状况没办法出现，所以只好拿别的照片来挡一下，这种事情在学校里也不是没发生过。可是问题是，就算真的有那些不得已的原因，这张照片的画质已经烂到没再跟你客气，根本不是正常人会拿来用的等级。不管怎么解释，这件事就是让人莫名其妙。到底是要在怎样的情况下学校才会说 OK 的？我朋友说他想到头都快破了，还是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他就想说，不然翻翻别页，看有没有什么线索。一般毕业纪念册不是都会有那种全班写的感言或是个人介绍之类的东西吗？结果嘞，翻完整本，关于陈赖真央这个女生，怎么看都只是一个很普通、每天开心上学的小学生。但就是因为她太普通了，反而让那张大头照看起来更毛、更不对劲。他把同一班的毕业感言全部看完，发现大家在聊运动会、毕业旅行那些回忆的时候，陈赖真央的出现频率不低，感觉她朋友应该也不算少，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小女生。但如果只是这样，为什么她的大头照会长成那样？当时都没有人觉得怪怪的，站出来讲一下吗？还是说大家是不敢讲呢？先来研究一下第一篇 blog 文吧，我已经知道答案了。陈赖同学就是被霸凌了吧？毕业照变成这款样子，也没弹出来投诉，能确定是霸凌了，对吧？作者不是说了吗？记录显示他人缘正常，生活普通。我在想2011年的时候，数位相机不是刚普及吗？小学毕业纪念册很多是各班交照片给厂商印刷的，有没有可能他那天请假补交的是一张从部落格下载的烂图，而厂商根本懒得追，直接排了上去，所以就变成这样了。而且说到没人站出来反对这件事，小学生谁会仔细翻每一页的大头照啊？大家都先找自己，再找暗恋的人呀，根本没人会去在乎陈赖真要那个糊不糊，对吧？所以才没有改过来吧。小学生谈什么鬼恋爱，都给我去认真学习好吧。总之嘛，只凭这篇很难判断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二篇相关资料吧。第二篇8月4日，关于前几天那个诅咒相簿。先来报告一下，之前7月30号写到的那本相簿，最近有了新进展。前几天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拜托朋友把那本相簿寄给我看看。朋友很爽快就答应了，现在相簿已经在我手上了。我本来在想，会不会是有人为了恶作剧，自己把内页整组换掉，但到手后实际仔细看过实物，我发现装订的地方完全没有被加工过的痕迹。不是说绝对做不到，但我觉得不会有人为了恶作剧去做这种完美的手工吧。目前我打算先假设一开始就是这样印刷的，继续查下去。要搞清楚这件事，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去问那间小学。不过说真的，现在的小学管得很严，我又是一个外人，学校根本不可能好好理我，我肯定会被挡在门外的。所以虽然是最后一招，我决定靠毕业纪念册上的资讯，直接去找陈赖真央本人或是他的同学。只要知道毕业的小学跟名字，要在社群网站上找个人，其实没什么难度。本来是这样想的，结果我没找到陈赖真央本人，但有成功联系到他的3位同班同学。一开始他们戒心很重，但我尽量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让我采访。这几天里，我打算分别用网络通话访问3个人，分别是和他同届但不同班的小 A， 还有和他同班的小 B 和小 C。8月4号这天，作者弄清了很重要的事。第一，他拿到了相簿，确认了陈赖真央的照片，照片似乎确实是以那种诡异的状态存在的。第二，他成功找到3位同班同学。第三，陈赖真央这人是真实存在的。在8月12日至20日期间，作者访问了3人。我们来看看访问内容的记录。小 A 的访问。怎么讲呢？因为我是隔壁班的，所以对他没什么太多印象。你是问毕业纪念册吗？应该在我老家吧。我记得好像真的有一张怪照片了。不过那个班级啊，整个气氛就是有点怪怪的。你说的怪是怎样？就觉得有点阴沉沉闷闷的那种感觉。5年级升6年级之后，整个班级气氛就真的很奇怪了。啊，对了，还有一个叫什么斗杂布的鬼怪的传闻，
说是会出现什么东西，还是怎样的。然后呀，那个班级满场缺席年级共同活动的。说起来斗杂卜到底是什么啊？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好像有人死掉了，可是到底是谁呢？哈，死掉是什么意思？是有谁过世了吗？抱歉，我突然想到有事，先挂了。作者从小 A 那里获得了几个不清不楚的情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斗杂卜和有人死了这2点。如果多杂是土作，Able 是阿呆的话，是指下跪的呆子吗？还是哆啦 A 梦什么的？有时候我都懒得理你了。如果小 A 的说法可信，那2011年时，陈赖的班在5年级升6年级时发生过某件事，导致了班级气氛变阴沉，同学们开始缺席集体活动，原因是有人死了，还出现一个叫斗杂卜的怪谈。死了人又出现了怪谈，会不会是死掉的人变成了妖怪之类的？死亡、怪谈、诡异的照片，我们从小 B 跟作者的对话找更多线索吧。我上次有跟你说过了，就是陈赖真妖那张大头照，为什么会用那种莫名其妙的照片呢？还有那本毕业纪念册，被说成诅咒的毕业纪念册，还在网上拍卖，你有想到什么吗？我在社群上也讲过了，那张照片的详细状况我是真的不清楚。陈赖是4年级春天转来我们学校的，虽然我们同班，但其实也没有到很熟的程度。只是那本诅咒的毕业纪念册，在我们年级其实蛮有名的，包含我在内，很多人都把那本毕业纪念册处理掉了。会叫诅咒的毕业纪念册，是因为很多人觉得陈赖的大头照很诡异吗？应该也有这个原因啦，但是……喂，你还好吗？其实啊，陈赖在6年级的时候就过世了，已经是11年前的事了。我记得他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大概2个礼拜后，人们在河边找到他的遗体。听说附近的居民曾经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去那条河好几次，后来这事就被当成夏天常见的溺水意外处理了。所以同学之间就开始传说毕业纪念册上有诅咒吗？不只是那样，在陈赖过世以后，我们班就变得很奇怪。一开始是他妈妈一直跑来学校，超奇怪的，对吧？一直跑来女儿的学校算什么？明明女儿已经不在了。那女人穿得很邋遢，脏脏的，还常常站在走廊呆呆地往教室里看。我有一次跟她对上眼，出于礼貌向她点了个头，结果她一声不吭，一直盯着我，超级不舒服的。之后她几乎每天来学校，老师也劝过她别来了，但那女人根本没在听。不久后，老师也越来越憔悴，变得很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突然指着一个放了花瓶的桌子大喊：“真阳就坐在那里！”本来嘛，有些同学还会笑话他，但听到他这么说后，也开始害怕起来了。那可能是妈妈太伤心，精神不稳定，看到幻觉什么的吧？还是说真的有什么灵异的东西在那边吗？现在回头想，我觉得没那么单纯，应该是更邪门的东西，一种我们没办法处理的坏东西跑出来了。那你或其他人真的有看到过什么诅咒的现象，或是你所说的那个坏东西吗？有啊，那是某次上游泳课的时候发生的事。大家冲完澡走到泳池边，突然有人指着水里说：“有东西在那边！”我好像也真的看到有什么东西浮在那里，当场吓得蹲了下去。从那天开始，游泳课就取消了。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不来上课，不止游泳课，最后一次运动会、毕业旅行之类的，我们班全都没有参加。所以意思是，陈赖真央过世之后，妈妈的怪异行为、游泳池的幽灵事件，很多因素加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那本毕业纪念册，你跟周遭的同学就真的觉得那是诅咒了吗？对，然后呢，纪念册是毕业典礼当天发的，
不过那算不算毕业典礼我也不确定了，因为我们班完全被隔开，没在毕业当天举行典礼，只在另外一天弄一个短短的仪式就算了。那时候老师也已经不来学校了，是别班的老师来讲一些公务，然后发了毕业纪念册就完了。纪念册一到手，我一打开就看到了那个，旁边的同学们也开始骚动起来。我知道他们肯定也看到了，当然那天那个疯女人也有来，她很满足地看着女儿的桌子，大家也没有仔细看，就把毕业纪念册合上了。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结果我到最后也没好好看过她的脸啊。真的是莫名其妙哎，想起来真有够倒霉的。你等一下，我听你讲到现在，觉得很多地方都怪怪的。你刚才说毕业旅行取消了，对吧？可是我有看过你们的毕业文集，你们明明就有写毕业旅行的事情啊。然后是毕业文集，陈赖真妖的毕业文集也是存在的。如果他夏天就过世了，那怎么还会写毕业文集呢？时间上完全对不上啊。而且从纪念册来看，我觉得陈赖的朋友蛮多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呀。那他干嘛要诅咒你们呢？我就老实说我的想法吧，陈赖真妖他真的死了吗？哈？你在讲什么啊？你旁边还有其他人吗？毕业文集，靠，那种东西你们能懂我们什么啊？那东西啊，是那个已经疯掉的老师硬要我们写的好吗？他让大家尽量想象跟陈赖同学的回忆，当作有办过写出来。结果呢，有同学投诉说，这种东西哪写得出来啊？老师直接狠狠揍了他一顿，把他揍得呼吸都快停止了。老师以前明明那么温柔，全都是那个女的害的，对吧？只是朋友很多的普通学生。你讲话也稍微有点脑子好不好呢？他连教室都没来过几次，我连他的脸都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诶。结果呢，他自己擅自死掉，我们却一直被他的诅咒缠着，真是烦死了。诅咒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感觉小 B 最后激动的不太正常耶。先整理一下，小 B 给出了新资讯吧。陈赖真妖在6年级时因意外过世，他过世后，母亲每天都会跑来学校。之后班级出现异常，小 B 似乎看到过水里有什么东西，他们班也从此变得很封闭。而那本毕业文集里所谓的陈赖真妖也是假的，只是疯掉的老师强逼大家写出来的。看起来陈赖在没死之前根本是个边缘人。小 B 说他根本没来过学校几次，而且语气听上去非常讨厌他。对了，有一件事真的让我很在意。他说他自己擅自死掉，我们却一直被他的诅咒缠着。一直的意思是代表他人被诅咒纠缠着吗？可是陈赖是溺水意外去世的吧？为什么非得对同班同学纠缠不休呢？不如先来看看小 C 和作者的对话，看能不能找到 missing piece 去解开最终的谜吧。8月20日跟小 C 的通话录音。从这边开始录可以吗？可以啊，只要你刚刚答应我的条件有做到就好。谢谢。老实说，我其实好几次都想说不要继续采访了，可是与其一直抱着这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过日子，我还是想知道真相，所以才决定来跟你聊聊。不过话说回来，本来你是想放弃的，是我反过来拜托你才继续的吧，哈哈。那你先跟我说一下你感到最疑惑的地方是什么吧。陈赖他真的去世了吗？要从哪里开始讲比较好呢？总之真央确实已经过世了，但是关于诅咒这部分，我的看法跟他们不太一样。我想我大概是全校唯一一个有跟他正常交流过的学生吧，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对了，你应该不知道，那个地区啊，从根本上就烂透了，
外地人、穷人、身心障碍者，反正只要是这种不一样的人，他们就想办法隔离排挤掉。可能你得身在其中才能发现有多恐怖吧。我也是外地人，所以在学校里也只有真央会跟我讲话，不过我至少还会去上课，但真央就算想去也根本不可能去。讲到这边你应该懂了吧？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 A 同学也好， B 同学也好，他们根本从来没认识过真正的成濑真央。真央在河边被发现的时候，全身都肿得连头和身体都分不出来了。大家本来想阻止他妈妈去看，但他一直闹着要看，最后没办法，还是让他看了。结果他瞪大眼睛，口水一直在流，整个人像野兽一样低吼，就那样僵在原地好几分钟。我猜那就是一个人真正坏掉的瞬间吧。他妈妈就是从那时候常来学校，一直跟老师讲他女儿的事。因为意外是发生在放学时间，老师可能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只好一直在听吧。后来老师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老师也是外地人，所以偶尔会跟我抱怨几句。最后老师因为打学生被逼退了，哈哈。你看那时候我们不还是小孩子吗？还在建立自我的阶段，根本没办法承受这些压力，各种事情混杂在一起，最后大家就觉得那是诅咒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诅咒到现在还在继续。你还好吗？我先继续讲哦。你说那张照片啊，其实啊根本不是他哦。拍纪念册的时候，老师有去问他妈妈，说能不能拿家里拍的照片来放在毕业纪念册里。结果他妈超生气的大叫，他人就在学校，你们学校自己拍就好啦，很扯吧。最后老师开始翻自己手机里的照片，想说会不会不小心有拍到，结果也是啥也没有。我看着老师那么拼命在翻手机，就随口说了一句，哎，这不就是真央吗？那是老师在某次远足时用手机拍的影片，那手机超旧，画质也烂到不行。我指着那烂影片的角落，某个一闪而过的小孩说那就是真央，结果老师拼命跟我道歉。后来他自己把那个影片截图弄成一张照片，最终就弄成你看到的鬼样，超悲剧的。我那时候还想说，把这种东西给真央妈妈看，她一定又会发疯吧。神奇的是，他妈妈居然还蛮开心的。谁看了那种照片，应该都觉得不对劲吧？那种恶心的照片，没想到学校居然真的把它印下去了。那也就看得出来，那个时候老师跟学校都已经有点不正常了。那张照片里面的人到底是谁啊？反正大家也都没真正看过真央的脸，现在对他们来说，那团东西就是真正的真央了。到底那个人是谁嘛？照片糊成那样，我也不知道啊。那时候我只是随便乱编的。以上就是作者跟小 C 的访问内容，也就是说，这张照片是在小 C 的捏造下当成了真央的照片，而因为太模糊，加上大家都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真央的脸，所以全部人都默认那就是真央了吗？我最在意的是小 C 口中说，但是关于诅咒这部分，我的看法跟他们不太一样。结果他却根本没解释自己所认为的诅咒是什么，不是吗？在讲我的想法前，先来听听作者对事件的总结吧。关于成濑真央事件的整理，9月1日，在访问过3人以及仔细研究过纪念册后，我还是没搞明白诅咒和夺自阿伯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一切都只是一张糊掉的照片引起的闹剧吧。直到8月20日访问为止，作者似乎都不相信诅咒真的存在。不过成濑真央的 blog 文还有3篇呢。9月5日，成濑真央遗体第一发现者访谈。嘿呀，那是我家阿公早上散步的时候看到的啦。
他中午回来脸色整个煞白的，说什么我这辈子没看过那么恐怖的东西啊，那个就是土佐卫门了，土佐卫门啊，对对对，我弟就跟他同班呢。哦，你说毕业纪念车哦，我弟也说很毛，我就直接帮他烧掉了。9月12日扭曲了吗？有人跟我说，我7月30号上传的那张陈赖真央的大头照好像怪怪的，好像有所变化，所以我把它重新上传一次。10月9日，这天作者只发了这张 LINE 的截图，我跟大家念一下内容。听说把活人当成死人对待，在诅咒里面算是最基本的一招，而且据说参与的人越多，效果会越强，很瞎吧？其实我到最近为止也一直不太相信这种东西。LINE 上附了以下的新闻报道：10月8日新闻快讯，7日凌晨，福冈县某市一间公寓的浴缸内发现婴儿尸体，涉嫌遗弃尸体的22岁无业女性被逮捕送办。该女性言行反复无常，明显处于精神错乱状态，目前已裁定需进行鉴定留置。这个 blog 目前更新到2021年10月9号这篇，之后就停更了。有关陈赖真央事件的整理就此完结。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整理完那件被称为诅咒的纪念册后，他最后只留下了一句对不起，就结束了调查。这所校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诅咒真的存在吗？先说结论吧，我认为诅咒是真实存在的，让我们逐一研究 blog 中的谜，来揭开最终的真相吧。先来拆解 Dozabo 的怪谈。从小 B 给的资讯和9月5日的访谈中能知道，陈赖真央在6年级时放学失踪，2周后在河边被发现，他的死被判定为溺水意外，而尸体的第一发现人是位住在附近的阿公。土佐卫门，日文为斗哉梦，就是浮尸的意思，或者说是巨人观的俗称。因为溺死肿胀的遗体看起来像土制的人偶，所以得此称呼。斗哉门，斗哉阿波，所以小 A 说的口哉阿波就是土佐卫门的变音，对吧？接下来要解开的是小 A 话中的矛盾之处，还记得吗？小 A 完全记不起来死去的到底是谁，明明只是不同班级，他居然连死的是谁都想不起来，这有点不太合理。也许是真央很少上学的缘故吧。稍微想一下，如果隔壁班有人去世了，老师就会在自己班让同学一起哀悼过世的人，同时会提死者的名字吧。我反倒觉得是发生了某些事，让他混淆了死者的身份。哈？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这种误会啊？你想想看，真央很少来上学，小 A 应该真的认不出他的样子。一开始他只是默认隔壁班死掉了一个人，对吧？可是当他打开那本毕业册时，看到的却是另一位认识的人的话，不就会对死的到底是谁这件事产生疑惑了吗？他也许会想，我还以为去世的是陈赖呢，原来是他呀。你口中的那个他，该不会是我脑中的那个人吧？如果我们猜的是同一个人的话，应该都是在他的访问中得到答案的。真的是莫名其妙哎，想起来真有够倒霉的。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看到糊成一团的照片，只会感到可笑或者困惑，但如果是看到自己的脸被印到死人的名字上了，就不难明白他的反应了吧。也就是说，事实上是小 B 的照片被当作陈赖真央印在毕业册上了。关于这点，虽然我的想法和你一致，但仍有想不明白的部分。发生了这种事，绝对会去向学校投诉的吧？但小 B 却没出声，是为什么呀？有关这点只是我的猜测啦，但如果把事情闹大了，就会吸引人去调查为什么有人如此恨他，然后很有可能会查出来陈赖真央的死并非意外，他是被小 B 推下水而去世的。假设你的推理成立，陈赖是被小 B 杀掉的，应该是有人为了报复，把小 B 的照片当成了陈赖传播出去，实施了所谓的诅咒。那么新闻中疯掉的女性就是小 B 了，年龄上是对得上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对了，你还记得作者访问他时
背后传来几个男生的笑声吗？没猜错的话，他应该一直在做陪酒或八大行业之类的工作。意外怀孕后，在诅咒的力量下，精神失常，把孩子淹死了吧？而死法也跟他杀死真央时一样的。那么实施诅咒的人，答案也很明显了。故意把小 B 的照片当成真央，特意拉作者来访谈，在网上刊登毕业册，还有跟某人学诅咒的，最后成功把小 B 拖进了死亡的世界，全都是小 C。他刻意去模糊生与死的界限，再把陈赖带回生者的世界。等等，把小 B 拖进死人的世界，导致他疯掉，我还能理解，但把真央带回生者的世界又是怎么回事呀？关于这一点，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解说，但似乎完全没人发现这件事呢。请看9月12日的记录，照片扭曲了，所以我重新上传了。还记得吗？这是对这个部落格的整理，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所有文章完结之后才看到这张照片的。而作者一开始在7月30日上传的，并不是这张，这是作者在9月12日重新上传的，已经扭曲了的照片。那原本的照片是怎样的呢？在找不到作者的前提下，我们不可能知道扭曲前的照片是怎样的，但能从这张照片中找到线索。你先把左脸和右脸稍微分开来看一下。是这样吗？没错，左边的部分的确像是某个小学生的劣质照片，可是右边的脸，你觉得像什么呢？总觉得有点恐怖呢，眼睛和鼻子都肿了，眼球往上翻。会不会是那个呢？是一张已经出现巨人观的遗照吗？我是这么想的，照片中的人一开始的确是小 B， 但随着诅咒扩散，慢慢变成了真央。也就是说，诅咒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活陈赖真央。那么对这件事的解读就到此为止了。对了，忘了说一件事，10月9日的 blog 标题对不起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虽然我大概猜到了，但就当作是这次留给大家的谜题吧。只要记住，陈赖真央已经去世了，而他在生命的最后是被爱着的，就能明白这句对不起的意思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